2014年，土耳其的哈兰城爆发了病毒，绝大多数人类都因此变成了丧尸。我们的主角凯尔·克兰正是这末日丧尸世界的幸存者。他原本是个雇佣兵，谁给的钱多就为谁卖命。当时一个叫 GRE 的组织声称能阻止疫情，拯救世界，因此克兰果断加入。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组织就是个天大的谎言。组织派遣克兰前往哈兰去追回一份绝密文件，也是因此，克兰的命运被彻底改写。在这座被隔离的哈兰城，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。好在克兰在此结识到一些朋友，但也见识到了真正的恶魔赖斯，这个擅长给人留一手的家伙，暴力统治了这座城市。也正是他偷走了 GRE 的机密文件，也是在追回文件的过程中，克兰发现了 GRE 的狼子野心，他们想要的不是拯救人类的解药，而是武器。克兰阻止了他们的阴谋，但也失去了所有在乎的人，甚至最后就连自己都被改造成了夜魔。克兰虽化身夜魔，却始终坚守着残存的人性，在丧尸横行的世界里挣扎求生。可他终究没能逃过 GRE 的追捕。被捕后的克兰就像牲畜一样，被迫接受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实验，每一次实验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痛苦，一熬就是整整13年。直到13年后，转机终于出现。一次实验意外让某个试验体彻底暴走，失控的力量摧毁了研究设施的防线。混乱中，克兰抓住机会，终于迎来了逃出升天的希望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名叫奥利维亚的神秘女子通过通讯联系上了他，她的声音冷静而急切，表示愿意帮助克兰逃离这里。但此时的克兰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身手矫健的战士，13年的囚禁与实验让他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。可当牢笼被破坏，成群的丧尸涌过来时，他没有退路，赤手空拳与丧尸搏斗成了他恢复体力唯一的办法。每一次挥拳，每一次躲避，既是在求生，也是在与体内的怪物重新建立联系。而这一切苦难的始作俑者，正是和 GRE 合作的男爵。这个男人为了追求所谓的生物进化，把克兰当成了最完美的实验样本。他故意保留克兰的部分人性，就是为了观察半人半魔状态下的基因变化，期间的折磨手段更是残忍到让人发指。但他没料到的是，这种极致的压迫反而激发了克兰体内隐藏的力量。在奥利维亚的远程指导下，克兰赶在设施封锁前成功逃出升天。当久违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新鲜空气涌入鼻腔，克兰才真正感受到了自由的味道。操，真不容易。按约定，克兰到河里谷修道院与奥利维亚碰面。面对这个神秘帮手，克兰满是警惕，便直接开门见山地追问他的目的。奥利维亚坦言，他也是受到了男爵胁迫，而这次帮助克兰也是想和他合作，逃出河里谷。但他也清楚，以克兰现在的状态，别说对抗男爵，就算是应对野外的普通丧尸都有点吃力。所以他告诉克兰，男爵最近在野外投放了一批名为奇美拉的变异怪物，从这些怪物身上能提取出一种叫 GSB 的催化剂，这种物质不仅能增强克兰的力量，还能根据这个研究出男爵真正的阴谋。为了变强和复仇，克兰没有犹豫，他拿着砍刀，根据奥利维亚提供的线索，在一片废弃的工厂区找到了第一头奇美拉死神。经过一番苦战，克兰终于杀死了死神。可还没等他喘口气，体内的怪物力量突然失控。好在奥利维亚及时冲过来，用特制的针管从死神的尸体里提取出血液，快速注射到克兰体内。随着血液融合，克兰体内的躁动慢慢平复，意识也逐渐清晰。这次注射后，克兰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力量、速度都有了质的提升，但男爵实验留下的后遗症还在，他依旧处于半人半怪物的状态，只要情绪激动，就可能再次失控。奥利维亚看着他，语气沉重地说，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只能找到男爵，他手里才有抑制失控的关键数据。经过交谈得知，早在病毒大规模爆发前，男爵名下的生物公司就已经研制出了一种致命病毒。他做这一切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拯救世界，而是想通过病毒控制人类，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。此时的男爵正躲在自家的家族庄园里，那里被私人军队打造成固若金汤的要塞，眼下找上门无疑是自寻死路。克兰只能按捺怒火，一边猎杀更多奇美拉提升实力，一边等待时机。没过多久，奥利维亚在不远处的小镇发现了烟雾，估计那还有幸存者。他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克兰。可等克兰赶到小镇，才发现这里早已成了人间炼狱，到处都是变异的丧尸，幸存者躲在市政厅地下室苟延残喘。克兰果断出手，清理掉这里游荡的丧尸。可刚清理完，准备寻找幸存者时，一头奇美拉突然撞破墙壁冲了进来。这是一头残次品，但也比普通丧尸强大许多。好在此时的克兰已不再羸弱，经过一番战斗，成功将这头奇美拉斩杀。
奥利，我在市政厅，又杀了一只奇美拉。啊，那有奇美拉？是啊，直接冲进来了都。情况现在怎么样了？死了几个人，大多是男爵的手下。他们跑那儿去干什么？不知道。好吧，那你现在就提起 GSB， 给我留个血样。行。刚采集的活星最强，赶紧注射。前提是你愿意吗？或者先不急，看看不打的话，你能不能慢慢恢复？操！如果只有这样才能干掉那个王八蛋，那行啊，没问题，打就打。随后，克兰见到了躲在此地的幸存者。这群幸存者由一名女性警长带领，她曾经是当地的警察。病毒爆发后，靠着自己的经验和勇气，聚集了一批幸存者。为了保护大家，警长决定独自去塔楼维修瞭望设备。可这一去就没了消息。克兰知道后，立刻拿起武器赶往塔楼。好在来得及时，成功在丧尸手下救下了警长。本以为救回警长后，小镇能暂时安全，可幸存者们却满脸恐惧地告诉克兰，除了刚才那只残次品，附近还有一头更可怕的怪物——野兽。既然得知了此事，克兰也是义不容辞，当即就出发寻找那头名为野兽的怪物。然而这怪物却极其狡猾，克兰顺着脚印一路追踪，眼看就要追上野兽，可对方却突然钻进一片浓雾里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经此一遭，克兰断定野兽不像是奇美拉，反倒是与夜魔相似，只是更加聪明。而此时的奥利维亚也有了新的研究成果，他发现那些奇美拉的部分遗传结构有很高的相似度，像是源自同一个源头，而且有部分结构明显被人刻意修改过，应该是男爵做的手脚。但要想验证这个猜想，还需要一些奇美拉的样本。奥利维亚通过卫星地图，很快在附近的沼泽地发现了目标，那里有大量生物活动的痕迹，很可能藏着一头奇美拉。克兰立刻赶往沼泽，刚踏入这片区域，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。沼泽里遍地惨尸，而这一切都是一头名叫迷雾的奇美拉造成的。这头怪物和它的名字一样，能释放出浓密的白色雾气，把自己隐藏在其中。只要有人踏入它的领地，它就会从雾气里突然冲出来，用锋利的爪子撕开猎物的喉咙。面对这样难缠的对手，克兰不敢掉以轻心，果断开启了自己的野性之力。狂化后的克兰在这奇美拉面前反而更像怪物，直接将这名为迷雾的奇美拉摁在地上虐杀。克兰成功拿到样本，也终于松了口气。回到市政厅后，克兰和警长在对抗男爵的事上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警长认为男爵的势力太大，以当前的实力对抗男爵就是以卵击石，他不愿拿大家的性命冒险。可克兰却不这么认为，只要河里谷的所有幸存者都团结起来，那就有希望对抗男爵。但不管克兰怎么劝说，警长始终都不为所动。无奈之下，克兰只能继续靠自己，一边寻找奇美拉提升实力，一边寻找其他可能的盟友。没过多久，克兰抓到了一名男爵手下的科学家，在一番威逼利诱下，克兰得知男爵最近一直在测试新的病毒毒株，这种毒株的传染性和致命性都比之前强很多。而实验用的一头奇美拉，因为对毒株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反应，冲破牢笼跑到了附近的森林里。科学家担心怪物会伤害到其他人，也害怕男爵会因此杀了自己，所以才偷偷研制了一种特殊的瓦斯。这种瓦斯能释放出奇美拉喜欢的气味，并将它吸引出来。而克兰想要变强，就需要找到奇美拉，因此克兰在科学家这拿到瓦斯后便立即出发。而这瓦斯也确实好用，点燃没多久，远处的森林里就传来一阵嘶吼，一头巨大的奇美拉从树林里冲了出来。这头巨兽比之前的死神还要高大，普通人要是遇上它，肯定会被瞬间砸成肉泥。但此时的克兰早已今非昔比，他不仅熟悉了奇美拉的战斗模式，身体还在 GSB 对强化下变得异常强大。很快，克兰就扯下了这头奇美拉的头颅，巨兽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便倒在地上，彻底没了气息。
奥利，气体起作用了，我引来了奇美拉。你干掉他没有？干掉了，挺不容易的。谢天谢地，你活着就好。记得取血样，然后打进身体里。另外，给我带一份。啊，对了，下一只奇美拉的位置我找到了。明白。克兰带着新的样本回到了奥利维亚身边，连续获得的奇美拉样本让奥利维亚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。他拿着一份报告，激动地对克兰说：“奇美拉遗传密码里有一段片段居然和克兰的完全一样，男爵很可能是想利用克兰的基因来强化奇美拉，把他们打造成完全听从自己指挥的生化武器。”这个发现让克兰更加确定自己和男爵之间必须有一个了断。就在这时，警长突然联系上克兰，说他有了新的情报，约定在盐矿外见面。克兰立刻赶了过去。警长告诉克兰，他在盐矿发现了男爵的踪迹。这个消息让克兰兴奋不已，当即就和警长一路追了进去。克兰满脑子都在想如何杀死男爵，却完全没察觉到身后的警长眼神里闪过了一丝犹豫。当克兰杀到主矿区准备寻找男爵时，意外突然发生。克兰怎么也没想到，警长居然背叛了他。克兰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拼死救回来的人居然会背叛自己。他趴在地上看着警长，心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。就在这时，男爵缓缓走了出来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，对着克兰嘲讽道：“我在创造未来，克兰。这场伟大的实验你已经没有戏份了。”他如今已经有了一头更完美、更听话的怪物。男爵的语气里充满了傲慢，仿佛就是在炫耀自己的杰作。万幸的是，克兰并没有完全失去反抗能力，他趁着士兵们不注意，突然发力，直接将一名士兵砸向了关押怪物的设施，而那笼子里关着的正是克兰之前跟丢的野兽。不准开枪，白痴！活捉他！快跑！野兽制造的混乱让克兰也得以逃脱。男爵看着逃跑的克兰和野兽，气得暴跳如雷。他不仅没抓住克兰，还丢了最完美的实验品。克兰逃出盐矿后，便第一时间赶回市政厅。心有怨气的他想要找到警长问个清楚，然而警长却早已溜走。没有办法，克兰只好先稳住市政厅幸存者的秩序，然后再去找那些被警长放跑的幸存者。因为他听说警长为了讨好男爵，把一些不听话的人赶出了小镇。克兰觉得跑出去的这些人或许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也可能成为自己对抗男爵的新盟友。他按照幸存者提供的线索，在一片废弃的农场里，一件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克兰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，克兰吓了一跳，四处张望，却没看到有人开口。这时，一个陌生男人走了过来，对着克兰点了点头。他有着一个很斯文的名字，名叫斯文。原来就是他通过心灵感应与克兰沟通。斯文告诉克兰，他和伙伴们已经暗中监视男爵好几年了，知道很多男爵的秘密，但想要知道这些，还需要答应他一个请求。他的2个伙伴失踪了，很有可能就在男爵手里。他希望克兰能帮他救回朋友。克兰没有犹豫，立刻答应了下来。他知道多一个盟友就多一分对抗男爵的力量。但克兰费尽艰辛，好不容易找到了斯文的伙伴，却发现他们已处于变异边缘。好在斯文告知克兰，南边山洞有抑制变异的药品，克兰火速开车取药，才成功保住了他们的性命。斯文带着克兰参观了这个山洞，克兰这才知道，这山洞是流放者的藏身之处。那些人或是感染者，都是从男爵实验中逃出的人，因被警长拒绝收留，只好在这里靠着特殊蘑菇抑制变异，才得以保留心智。这群流放者的首领是一位名叫莉蒂亚的女人，她早就听说过克兰的名字，可
可当他看到克兰时，态度却很冷淡，因为他担心帮助克兰会遭到男爵报复，他承受不起这个代价。不过，在斯文的努力劝说下，莉迪亚才勉强给了克兰一次机会。随即，斯文透露，他们一直在监听男爵动向，还计划将放大器连接到中继塔，监听男爵的无线电，掌握他的一举一动。但中继塔在一座山顶上，那里有很多丧尸，因此需要克兰的帮助。克兰觉得这个计划可行，立刻答应了下来。一路上，他们遇到了不少丧尸，克兰直接冲在最前面，为其他人开辟道路。经过一系列的战斗，最终成功完成了设备安装。可刚启动，就监听到男爵要在市政厅主广场地库安装炸弹，半小时后引爆。克兰听到这里，脸色瞬间变了。他一边通知幸存者撤离，一边拼命赶往地库。一路上，克兰拼尽全力奔跑，甚至不惜动用体内的怪物力量，速度提升到了极致。好在克兰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他成功赶在爆炸前找到了那枚炸弹。经此一事，克兰一方终于在情报上压制住了男爵。更让人高兴的是，奥利维亚通过地图在国家公园又发现了一头奇美拉。克兰立刻赶往国家公园，刚踏入这片区域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。如此血腥的场面，不用想也知道奇美拉肯定就在附近。克兰按照之前的办法，利用瓦斯罐成功将那头怪物吸引了出来。这头怪物浑身长满了渗人的脓包，大家都叫它剧毒。剧毒最致命的武器就是从背上脓包中喷射出的恶心液体。这种液体带有强烈的腐蚀性，一旦沾到皮肤就会立刻溃烂。面对这样的对手，克兰也懒得废话。没过多久，剧毒便倒在了地上，抽搐了几下就没了动静。克兰提取到 GSB 后，回到奥利维亚身边，将样本交给了他。奥利维亚立刻开始研究，很快就有了新的突破。他发现男爵在奇美拉体内注射了一种特殊的药剂，能让他们变得更狂暴，也更听话。只要能找到这种药剂的解毒剂，就能削减奇美拉的力量。就在此时，斯文通过心灵感应突然联系上克兰。克兰，听得见吗？有对讲机，你干嘛不用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，斯文？我们偷听到了一些情报，我建议你听一听，也许会感兴趣。斯文通过监听发现，男爵手下的一群科学家正在附近的一所学校里做实验。巧的是，这群科学家遭到了土匪的袭击，土匪们想抢走实验室里的药品和设备，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枪战。这是潜入的绝佳机会，我们可以趁乱拿到实验资料。克兰立刻赶往学校，刚到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枪声和爆炸声。克兰小心翼翼地前进，他推开门，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正蜷缩在角落里，他就是卡米洛博士，也是这群科学家的负责人。卡米洛博士看到克兰，先是吓了一跳，可当克兰说出自己是来寻找实验资料时，他立刻放松了警惕。交谈得知，原来他认为男爵过于疯狂，早就不想为男爵工作了，因此他决定帮助克兰。但这个位置还十分危险，土匪和男爵的士兵还在交战。卡米洛博士将档案室的钥匙交给了克兰后，克兰便先让同行的侦查员雷先护送博士离开，而自己则只身前往实验室拿取资料。然而拿到资料后，却没想到博士那又出了意外，侦查员雷直接被怪物插死在车内。好在博士成功逃了出来。不过没想到的是，博士与莉迪亚二人还是老相识。原来莉迪亚和其他流放者曾经都是男爵的实验对象，而卡米洛博士正是当年负责他们实验的研究人员。在所有研究人员里，只有卡米洛博士把这些小白鼠当成真正的人类看待。他不仅偷偷给流放者提供食物和药品，还帮助他们开发出了心灵感应的能力，让他们有机会逃了出去。在斯文的劝说以及克兰之前的英勇表现，莉迪亚彻底放下了对克兰的芥蒂，而卡米洛博士的加入更是让他们如虎添翼。博士不仅熟悉男爵的实验流程，还知道很多男爵的秘密。克兰之前拿到的实验资料，在卡米洛博士的解读下，也终于发挥出了作用。奥利维亚根据资料里的数据对 GSB 进行优化，成功让克兰在强化力量的同时，又能更好地控制体内的怪物力量。恰巧奥利维亚又发现了新的奇美拉，正好可以用来增强克兰的力量。于是克兰立即出发，那是一只体型瘦小、动作却异常敏捷的怪物，名为祖母。它能发出一种特殊的声波，这种声波能吸引周围的丧尸，让他们变成自己的小弟。没过多久，克兰就成功将其斩杀。拿到新样本后，便立刻交给奥利维亚进行研究。这一次，他有了一个惊天的大发现，他在样本里检测到了一种特殊的红色瓦斯成分。这种瓦斯的作用和能让丧尸镇定的蓝色瓦斯正好相反，它会让丧尸变得更加狂暴，也能借此控制奇美拉的行动。原来男爵就是靠这种红色瓦斯控制着奇美拉，为他攻城拔寨。这个发现让大家都很兴奋，只要能找到对抗红色瓦斯的方法，就能削弱男爵的力量。而卡米洛博士恰好就是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。他坐在桌子前，看着实验数据，若有所思地说：流放者们的心灵感应能力
或许能派上用场。如果我们能对这种能力进行适当的强化，说不定能直接和失去心智的丧尸沟通，甚至控制他们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组建一支丧尸大军和男爵的奇美拉对抗。但这还只是理论阶段，要想实现，还需要很多特殊的材料和药品。克兰毫不犹豫接下了这项任务。虽然那些材料需要前往夜魔老巢才能找到，但为了向男爵复仇，克兰毫不畏惧。里面漆黑一片，充满了夜魔的嘶吼声。在巢穴的深处，克兰找到了需要的材料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一头奇美拉突然从黑暗中冲了出来。这头名为恶灵的怪物能够隐匿身形，只有在移动时才会露出淡淡的轮廓。经过一番苦战，克兰终于找到机会解决了这头难缠的怪物。刚将材料交给博士，奥利维亚便急切地与他取得了联系。奥利维亚带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，这一切都与他的父亲有关。奥利维亚的父亲曾为男爵效力，甚至是他亲手将克兰安置在男爵身边。可这份初衷本是为了拯救克兰，没想到却酿成了苦果。克兰的体质极为特殊，半人半夜魔。奥利维亚的父亲曾试图让他恢复人性，而男爵却执意要重现克兰的变异过程。奇美拉正是这个疯狂实验的产物。男爵妄想以基因工程制造出完美的猎手，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杀戮武器。如今，男爵的最后一只奇美拉已经现身，庞大的巨象。这怪物力大无穷，仅凭拳头轰击地面，便能掀起巨大的冲击波，将克兰震得人仰马翻。可克兰越是面对强敌，越能激发潜能。他硬生生将巨象的脑袋扭下，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对决。随着巨象倒地，剩余的奇美拉也相继被清除。下一步就该是与男爵正面对抗。卡米洛的研究进展顺利，他希望进一步强化莉迪亚的心灵感应。为此，克兰不得不冒险前去获取药剂。经历九死一生，他终于完成任务。正当一切朝着希望迈进时，男爵却再次发动袭击。这一次，他以迫击炮轰击市政厅，是要斩尽幸存者，还释放了大批奇美拉。局势危急，克兰一度陷入苦战。关键时刻，莉迪亚突破自我，成功操控一只奇美拉，并以其反击其余敌人。若非他与克兰的努力，幸存者恐怕已全军覆没。危机刚平息，失踪已久的警长出现了。他为曾经的背叛辩解，但眼见克兰在明知真相后仍选择帮助众人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幸存者们也明白，当下大敌当前，内讧只会自取灭亡，于是再次接纳了他，共同商讨对策。他们决定利用男爵最在意的实验样本，那只曾在盐矿逃脱的野兽。这下我看见了。克兰用棒球棍将其哄睡，莉迪亚借助能力将其控制，卡米洛则利用克兰的血浆让野兽恢复人性。结果出乎意料，野兽竟是漫游者艾登。你是谁？这是哪儿？我的名字叫莉迪亚。长久以来，你迷失了自我，但我还是找到了你，把你带了回来。请告诉我你是谁，怎么到这儿来的？我叫艾登。当时我和我朋友史派克想要去男爵那儿救个人，可结果搞砸了，后面的不记得了。再一睁眼我就到了这儿。你们要救的人是谁？他，你是克兰吧？史派克的朋友。你和史派克来救过我？是啊。原来他和好友史派克当初营救克兰时不幸落入男爵之手，如今艾登归来却迟迟没有史派克的消息，让他心急如焚。就在此时，男爵通过无线电出现，扬言已抓住奥利维亚，并以他和史派克的性命威胁克兰，要求他将艾登送回。形势严峻，众人商议准备次日发动总攻，可焦急的艾登按捺不住，夜里独自潜回男爵的堡垒，想要救回自己的兄弟史派克，结果自己又不幸被男爵抓住。很快，男爵的真正目的暴露，他根本无意放人，他想要的还有克兰。
局势瞬间紧迫，众人不得不立刻出击。克兰借古老密道潜入堡垒，击毙狙击手，打开大门，让幸存者大军冲入。激烈的战斗中，他们击杀了大批敌人，却付出了惨重代价。斯文不幸战死。趁着同伴拼命创造的机会，克兰一路追击男爵，终于在地下实验室找到了昏迷不醒的艾登。然而，还未等他营救，奥利维亚忽然现身，使用毒气迷晕克兰，并抽取了他的血浆样本。什么？奥利，等克兰苏醒时，却发现所有人都被男爵俘获，绑在宴会桌前，包括艾登苦苦寻找的史派克也在其中。男爵大肆宣告他的胜利，他揭露了一切真相。从故事开端，他便有意放走克兰，只为激发他的求生欲望，让整个过程成为自己实验的素材。而奥利维亚也不过是被迫的棋子，他引导克兰注射 GSB， 就是为了帮男爵收集数据。如今，男爵已经拥有了最强大的 DNA， 只待清理掉这些弃子。他残忍地当众杀死了史派克与卡米洛，即便莉迪亚竭尽全力，也无法阻止。眼见父亲被男爵利用，奥利维亚终于再也无法忍受，反手划伤了男爵的眼睛，趁机解开众人的束缚。最后的决战在楼顶停机坪爆发，克兰与艾登联手，与男爵展开殊死搏斗。莉迪亚远程操纵丧尸助阵，可男爵部下很快盯上莉迪亚，艾登不得不前去保护他，克兰只得独自迎战男爵。渐渐的，男爵力不从心，他亮出了最后的底牌，以自身为实验体，彻底变身为巨型怪物。这是他所谓的巅峰之作，比所有奇美拉都更加强大。准备见证我的巅峰之作吧！一个新的物种，经过我的改造，能够支配病毒，还有人类。敏捷的身手与暴力的力量让克兰一度陷入苦战，但克兰越战越勇，体内野性的力量逐渐爆发。克兰，如果你能阻止他，你愿意付出什么？任何代价。说了，我必杀你！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，克兰最终击败了男爵，彻底终结了这场疯狂。河里谷的幸存者们终于摆脱了男爵的阴影，但他们也失去了不少伙伴。艾登与莉迪亚并肩走向克兰，幸存者们紧紧团结在一起，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。只是克兰与 GRE 之间的旧账还远未清算，属于他的传奇仍在继续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接下来想听的游戏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